来到王君云律师楼的新一档节目《真假律师说》。相信大家来美多年，和许多移民律师、中介都打过交道，但在找律师时找了太多律师了，就根本不知道哪些信息是真的，哪些信息是错的。所以在节目中，王律师会以自身的移民经验和移民法律，给大家纠正其他律师楼提供的错误移民知识。首先，我们来欢迎一下王君云律师。大家好，我是王君云律师，我有近20年专门办移民的经验。我们有加州办公室，还有纽约办公室，为了服务全美国的华人，而我们只是做华人的移民。移民是个非常国家的一个东西，所以呢，我们是专门做中国人这样子，我们很专对于中国人来的，还有台湾人来的移民，当然也有马来西亚客人。还有最主要就是这几个国家的移民，我们有这个20年的经验，包括很多创新内容有就是这些机场入境被抓的人可以先拿绿卡后翻案，帮助那些中国人不要被缔结的技巧，因为在奥巴马的时候有大量的中国人被逮捕进去而被送走，还有那些 U 签证也是我发现的，为了我这些被逮捕的客人，还有就是通过地方联邦官司而得到很多身份，因为移民局在刁难或者提供困难的，所以如果是想要打为了赢，就肯定是要找我们。那我们在加州和纽约都有办公室，如果你需要移民的帮助大家可以打我们的办公室电话783539264纽约，或者626-396-9264加州的电话。那今天呢，我们将来讲黄孝生律师事务所他提供的一些错误移民知识。那黄孝生呢，他有很多视频，可是呢，同时他也给了很多信息都是不正确的。那我们先来看一下他第一个视频，关于 N400 申请表格，还有非法打工。一个呢，就是非法打工，如果你485承认的话，就没什么问题。但是呢，N400 那个公民表上就有一个，你曾经向美国政府，尤其是移民官员提供过虚假信息，获得移民福利，就是这个地方呢，你要打 yes 打 no， 这个就是非常费思量的问题。你基本上可以打 no， 如果你那个非法打工以前都承认过，还有一个你欠税额度不高的话，你应该打 no 没什么问题。那王律师他视频上面讲的关于回答 N400 上的欺诈问题，这对吗？不对。OK， 先来讲第一个不对，就是你在 N400 上的那些问题，它其实移民局是在考你的那个，是在考试，在考你的听得懂英文吗？讲得了英文吗？所以那个考试的环节不是停止在那个开头的那个历史题，还有那个写跟读，它还有继续在那个表格部分，他们称它为 eligibility 部分，就是来问你那些表格上的问题，其实是个考试，考你的英文的听和讲。所以呢，他这些问题其实是这个目的，在这个官员在听跟理解的。可是呢，这种问题包含就是有没有杀过人，答案应该都是 no。你到了考公民这个环节，你如果有 yes 的话，那你都不应该坐在那里，这些问题都应该答 no。那黄孝生讲的好像说非法打工，如果填 no 了或者 yes， 反正讲他也很多，他的中文也是模棱两可的，可能是我的中文比较差，我讲的比较直接。考公民表格的时候 N400 表没有一个问题说你有没有非法打工，只有2个问题，18跟19。18就是有没有拿资料来欺骗过美国政府的官员，然后19就是有没有欺骗过美国政府的官员，为了得到入境或者任何别的移民好处。所以这个跟非法打工毫无关系哦，这是第一点。然后呢，这个你跟那个 I485
合不合格，就是是不是一致，根本就不重要。这个是另外一个表格，没有在看你怎么填你的 I485 的。可是呢，唯一要关注的是，因为黄校生可能只是在看新闻，没有在真正的做案子吧。唯一要关注的是，现在考公民的人会被查他们整个祖宗18代，所以不是停在 I485。Right， 也是在那个 B 签证的时候啊，就是反正你的祖宗18代 ，Right， 因为移民局在审你该不该拿这个绿卡，他是在怀疑你不该拿这个绿卡，所以呢，他们有一个法律的条文出来，然后也是有个案例在经常报的，在这种决定里，以他的依据就是说，考公民的时候，他们要审看看你是不是合法拿到这个绿卡，所以他会查你的祖宗18代，他会 question 你当初绿卡该不该拿到，所以仅此而已。而非法打工跟这个毫无关系。那王律师他讲的关于这个非法打工的法律对吗？也不对啊，就是我们中国人往往没有这个非法打工的问题，为什么？因为我们通常是以亲属移民申请绿卡的，或者庇护转绿卡的，所以呢，非法打工不是一个问题。对于这样子的一个关系，就是不是问题，就是有非法打工 ，yes，so what，right， 就是不重要的意思。所以不重要的问题怎么可以是一个欺诈的理由？因为欺诈一定要是为了得到什么移民好处，而且是骗一个移民官员，除非你是在为一个移民官员上班非法 ，right？ 那真的是跟你毫无关系哦，也不可能构成欺诈，所以这个真的毫无关联哦，都讲话的时候乱扯。那我们再来看一下下一个视频啊，在这个视频中，他讲关于就是在移民庭递交绿卡申请的这个程序。他说，如果被迫要求在移民法庭办理婚姻绿卡，是不是必须把485还有体检表都准备好上交给移民法庭？但如果说以前早就把485交给了移民局，并且移民局已经收了钱，那这种情况下是不是不需要再给移民局不需要再给移民法庭再交一份钱了？这个很复杂，我建议你去找一个律师问一下，因为你以前交的钱是给移民局的，当时移民法院没有管辖权，后来被送到驱逐出境程序了，原先的485应该是作废了，移民局会给他取消掉，说我没有管辖权了，你在移民法院要重新递交一个485，而移民法院是不接485的，他一个特别的地方交485，不是干这一行的一般人搞不清楚，很复杂。王律师，这个在哪里递交是有这么复杂吗？他是一个律师，在卖自己的，在做广告。那人家问他问题，他说你去找一个律师。那废话，那他不是就在，人家就是所以在问他嘛，因为他是律师嘛。他不是律师，人家也不会问他问题啊，对不对？他挂着这个牌，在这里想接新的案子，所以在做广告。那他不回答这个问题，他就是没有办法回答了。而他不知道的东西，真的应该说不知道，而不是这种借口。你如果看到很多视频，他其实这个借口来应对那些他没有办法回答的问题 ，OK， 一点都不复杂。所以我来回答这个问题。你如果在上移民庭，而递交一个 I485或者任何申请是需要费用的，像一个10年绿卡的申请，你也可以通过法院做 I485，那你这个费用是永远不会递交给移民法庭的，移民法庭没有办法收任何费用，包括你翻案的时候，如果你的案子是跟移民庭要翻的话，因为你的案子最后是在移民庭，你这个移民翻案费也要给移民局，你不能给移民庭，移民庭没有能力收钱的，所以这些东西这些钱都是要给移民局。当然政府不会白为你上班的，那个移民庭也不会白帮你做事的，可是这些费用是交给移民局，所以移民局会帮移民庭收取这个费用从你，这个叫 fee in， 英文就是叫 fee in， OK， you fee in the filing fee with USCIS for your relief application with immigration court， 所以你这个申请是跟移民庭，可是你的费用是要交给移民局。至于这个程序，这个有纸张的，这个有就是很 detailed 的 instructions，right， 就是怎么付这个费 ，right， 是递交到哪一个移民局的办公室来付这个费，这个一点都不 complicated，right，
这个只是说他自己可能还不知道，所以没有办法讲，所以自己都觉得复杂。很多律师啊，把一个简单的事情复杂化，为了这个东西赚钱。所以就不复杂，不像他说的这么复杂。对，就是付给移民局。那当然，如果你是要移民局来审你这个 I-485，你付的给移民局的话，那就是跟着那个485一起递交，然后整个申请是跟移民局，而且移民局有某个办公室是你要递交的。可是如果你只是 fee in 为了移民庭的话，它是有一个部门在处理这个事情的，所以呢，你是要递交到那个部门。移民局是有好几个办公室，哪一个办公室就是按照那个 instructions。那我们再来看下一个视频呢？下一个视频是关于如果和美国公民结婚了，但还在上庭，是怎么关闭案子的？如果和美国公民结婚有庇护案子在法庭，是不是一定能够得到 dismiss 彻底结束递解程序，而不是终止这个程序？这个就是一个词是法官。法官呢是可以终止，叫 terminate， 然后政府律师呢，他和你的律师可以要求 motion to dismiss， 这个就是你从哪一方提出的用词是不一样。还有那个行政关闭 administrative closure， 这个具体你要跟你的律师去商量。视频中就黄先生根本就没有回答这个问题，那王律师您可以解答一下正确的程序是什么吗？对，看到他的视频，他也是一个办法，就是不知道答案的时候就是讲复杂；第二个办法，不知道答案的时候就是扯到别的东西。你问他 A， 他答 B， 讲来讲去，中文很好，乱七八糟，结果是一个问号。我来回答这个问题，不管你用什么字 ，terminate 还是 dismiss。都是取消案子，都是一样的。你的移民庭的案子没了，关键词不是在这两个词，关键词是在 prejudice。OK，prejudice with or without prejudice。With prejudice 就是移民局不能再告你了 ，without prejudice 就是移民局可以再告你。所以不管你是 terminate 或者 dismiss。后面的字才是重要的 ，with or without prejudice。然后你要申请结婚绿卡，可是你现在在上庭，而且我再重复的，我也讲过很多次，不是庇护庭 ，OK？ 你今天是被告，你害自己被告，因为你做的庇护面谈没有通过，所以你自动被告上移民庭了。可是你不是庇护庭，你是被告。你是在做庇护，因为那个可能是你当时唯一的方法拿身份，可是现在你结婚了，你有个第二个方法拿身份了，所以这个方法很清楚怎么搞。第一，你呢要先递交130跟移民局，因为只有移民局有权利认可你跟你这个老公的夫妻关系是不是真实的。我assume这个人是女的，反正就是配偶，看看你夫妻关系是不是真实的。移民庭没有这个权利，130批准之后呢，才可以要求移民庭，不管是 terminate 还是 dismiss， 就是把案子取消掉，也不管 with or without prejudice， 因为你如果到时候拿到绿卡，移民局也不会再告你，因为他没办法告你，除非有别的理由了，像假结婚或什么。然后呢，你再递交 I-485给移民局。可是呢，我刚刚也提到过，移民庭也有权利审你的 I-485，除非你是一个机场入境的人 arriving alien。所以呢，你如果不是 arriving alien， 多半的我们中国人的 B 签证入境黑掉的，那或者走线的，走线都不能在美国调整身份，可是也有别的方法。那么的话，你可以跟移民法庭要求递交 I-485给移民法庭，让移民法庭来给你一个大庭。关于你的结婚绿卡审你的 I-485， 所以呢，哪一个移民局还是移民庭，通常如果你有犯过罪吗，或者呢你有什么欺诈的问题的话，我会建议你通过移民法庭审这个 I-485， 因为移民法庭是比较能解释你的这些复杂性的问题，不能拿到绿卡，所以移民庭会比较好的选择。如果你干干净净的，没有什么太多瑕疵的话，那跟移民局申请。
可是如果你有那些瑕疵，就不要跟移民局申请，因为有时候呢，那些有问题的背景的人跟移民局就一直就是被拒，然后呢就是没有办法回去移民庭，所以要注重，你到时候取消不一定是一个好事。那刚刚讲的就是，如果是回到移民局，对不对？你刚刚说130批了之后，然后把案子关了，485向移民局递交，那法院是可以关了这个移民庭的案子吗？你如果要递交这个 I485给移民局，你必须要先把这个移民庭取消掉，你才能递交这个 I485给移民局。好，那我们再看一下最后一个视频啊。视频中他讲关于被关押在移民监狱的情况下，假如母国不愿意接收走线客，然后超过6个月的关押期的话，是不是就必须得释放了？目前是这样，并不是说保证释放，就是6个月时候要进行一个审理，看看他符不符合释放的条件。但是根据川普这种政策的话，一般是不释放。王律师他说这个6个月 ICE 会有个审理，这对吗？对 ，no， 完全错。OK， 他把90天跟6个月，他是没听到那个日子对吗？还是他就是不知道？来，这个是完全错的。那个问题是6个月之后是不是一定要放人？是，不要跟我讲什么 Trump 啊，什么那些废话。OK， 很多无能的律师就用 Trump 当借口。不是，我们还是有法律 ，Trump 也要遵守法律，这就是为什么那么多官司把它暂停了。OK，No， right， 关押是这样子的，你有缔结令就可以关你在移民牢，这个就是缔结令的意思，这个就是报道的目的。所以呢，很多人好像惊讶去报道的时候被抓 ，No， 报道就是要抓你，这个就是报道的目的，不是刑事报道，不是看看哎你最近工作吗？你有没有吸毒？不是的。就是纯粹就是要把你送走。那移民局现在选择关进去人，因为 Trump 就是想把这些人送走嘛。那好，从你被抓进去第一天，就是第一天开始算，90天他就要考虑放你了，他一定要考虑放你。那到了90天的时候，他会给你一个表格，要你填说帮助他考虑放你，你填不填无所谓的 ，right？ 他放不放，那应该也不放。所以呢，好了，过了90天，再接下来90天，总共从第一天被抓进去第一天，那是第一天开始算，到了180天，就是6个月的时候，他得放你的 ，ICE 得放你的。如果 ICE 不放你的话，你就可以起诉 ICE， 叫一个 habeas action，habeas action 就是告移民局放人的官司。哎，这个是由案例造成的。以前呢，人关在移民牢是无限制的，可是后来因为有官司产生，我们的案例就是得放人在180天之后，要么就是通过官司逼 ICE 放人。好，我要去工作了，我们下一次再聊。记得哦，我现在这样子跟你这样子讲话，没有建立律师客人关系，我不知道你是谁，我也不是在讲仔细的案子，我是在讲一个总体的意见，以我的20年的经验来跟你讲这些话，而且专办移民的经验。如果你要个别的咨询关于你个人的案子，让我给你准确的意见，那你可以来咨询我。好，谢谢王律师。就像王律师讲的，如果大家需要咨询关于个人的案件，可以打电话到我们的办公室783539264纽约，或者626-396-9264这是加州的。那王君宇律师有近20年的移民经验，是移民的法律专家，我们在纽约和加州都有办公室。喜欢这个节目的朋友也可以订阅我们的 YouTube 平台。我们下一期节目再见，拜拜。拜。